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狗熊的一个刷野抓人思路，还有出装符文搭配。第一局的话，它是带了征服者，你可以看到它3局有3不同的一种天赋那个符文带法。第二局，后面2局吧，一个是带相位猛冲，一个是带致命节奏。你可以看到他什么时候、什么情况下会选择带什么样的符文，多多少少要做出调整的，因为他打的这个也是传说局了。像这些强势，就是那种热门英雄，狗熊算是热门吧。因为它的数值比较高啊，相对来说比较强势的英雄，在这个版本就是在每个版本都是比较热门的。然后就是一些元素，像亚索啊、永恩啊这种热门英雄，那另外一回事。像很多像万豪啊一些英雄，他有一些真的就是靠数值，因为数值上来了，所以他的那个什么就是。大家拿国服的那个分呢，慢慢的就普遍来说比较高。可以看到，像狗熊这英雄呢，顺风的话，你可以尝试做那个后期的话补法术伤害，这样的话爆发打混伤嘛，爆发更高。但更多的情况下还是纯 AD 的一个打法，然后后期出一些肉装，有个容错，然后作为开团手或者说但好像大部分来都是拿来当开团手。收割人头的话，还是交给亚索啊或者那些会更好。不过这局的开团手已经有了。有对面有这个炼金术士屁王放屁王，这里对方没眼的，把人给骗过来。哎，皇子来了，那首先换目标，打对面皇子就好了。大招盖过来，再秒掉这个乌鸦，有大招的效果，再咬一口收掉。像刚刚那种情况下没办法，对面乌鸦没那么肉，第一时间必须得把乌鸦给先杀了。谁的状态不好先杀谁，只不过第一时间你碰不到那个乌鸦，所以先把伤害打点给那个皇子，消耗一下血量先。有时候你第一时间碰不到，你就先打眼前的人就好了，后续考虑看对方的走位啊，对面对吧？不想走想打，那你就再去灌伤害给他，不然你硬是去追这个空档期，肯定是会被对面消耗的。这里过来打一套，再回来打 W 有护盾，对方硬是 A 到死，大招直接跑，不要犹豫啊！像有杰拉这英雄，前期，哎呦，对面有复活的，咬了没用，打不了了，再打的话得送，赶紧跑。
秒大招啊！先看一下对方野区，哎，蹲一手这个皇子，这皇子去抓中路了，看会不会回来抓上路。往那边刷，看能不能救。二技能给出来，咬一口，打不了，必须得跑。这里面其实有点贪了，不该刷野的，必须得第一时间去那个。而且队友其实看到皇子那个视野，应该给一下信号给队友，让他不要往前走了。对面乌鸦没大招的，这个龙他们接不了，赶紧下去。像这个时候省技能，千万不要交技能。一个 Q 过来咬一个，这时光大刀给自己拖了很久的时间啊，但还是得留下。再抱回来，困住一个 Q， 很完美。这炼金玩的是真的很好。像，有一些就是有个点哈，就是刺客打野的话做破盾是没问题的，像狗熊啊这些战士打野也是 OK 的，但像狗熊这种英雄，就是他算战士吗？就是这种混伤英雄啊，他有时候他必须得吃装备，他有一些确实做不了那个破盾。做了破盾对他来说很难受，应该说是攻速类英雄吧。狗熊算吃攻速的，如果打野来说的话，他是不算肉，他属于那种吃攻速的英雄。这里交了个大招，浪费了。直接推塔。像 AP 打野刺客啊，或者说 AP 英雄都可以做破盾，但像狗熊，然后像那个剑圣好像也不好做破盾。不过剑圣感觉不需要做破盾吧，我觉得，但做了有队友做破盾是好事。像这局有那个谁啊，有那个辅助做破盾是轻轻松松的。像杰拉这英雄，对他很吃那个冰杖，但是他做了面具以后已经有伤害了，他可以补伤害就可以了，然后把破盾做出来补点伤害就 OK 了，完全没必要说第二件就一定要做冰杖，可以第三件做都 OK 的。像我玩杰拉，如果逆风的话，前期是直接就重伤的那个小剑，然后直接做，然后先做那个破盾。但杰拉这英雄啊，有个点啊，他的优势在于他能打消耗，只不过这里看到这个杰拉的消耗打得很一般，让队友扛。后续再咬，这里越塔配合得很好。
这里毕竟狗熊是大人头啊，所以不能掉。这局是有水龙魂的，所以对于狗熊来说是很爽的一件事情。他唯独一个点就是他做这种战士装啊，输出装那些要加肉，那后期再补肉装的话，但他不像肉狗熊那么凶啊，那么能扛，还是容易被秒掉的。好，2条龙拿到手，这里绕过来先咬，大招跑，你看没有？他其实并不太能扛。完了，大人头送掉了。队友能补上伤害吗？哎呀，集火的话，对方有时光。这个还有个点啊，现在时光在这个分段的，就是在高分段啊，巅峰赛，就超凡大师以上的那个巅峰赛啊，以上的那些时光这个英雄的那个登场率特别高。这皇子其实挺肉的，而且伤害打 C 位的话，打脆皮的话就可以也有爆发，打半天打不太动，秒不动那个皇子。但对方拿了龙的话，想要推进，其实好像确实能推进。这边手长的话就一个杰拉，霞这个英雄手并不算特别长，只不过他的那个爆发很高，而且有大招规避伤害。霞的那种反打能力特别强。这里回来守，这边主要是有2条小龙啊，不想要丢这个小龙魂。这边过来要抢这个蓝，惩戒拿到手，大招再拉回来。但跑不出来了，后续队友伤害不太够，亚索接完大招没有后续了，啥的大招都没有开出来吗？直接被秒了。但还好啊，这波团战的实力不影响下一条小龙，但高地得掉了吧。但想一波是一波不了的。哇，对面开始送了，这个时间掉点，那小龙魂是有机会了，还掉了，对面想强行一波，完了，好了，这波对面这么好送啊，这样的话可以龙魂加大龙，然后反一波，反打一波，直接，有这推棒。追不上，
对面的前排其实蛮肉的。对面的话，乌鸦的 AOE 伤害打得很足，但是你如果说第一时间把伤害全给乌鸦的话，对面有时光，所以就很难受。这就是有时光大招的这种操作性啊，容错率很高。这里的话，先把中路线给推过去，然后慢慢的去渗透对方。对面有那个河道蟹的眼，完了，皇子跳上来了，第一时间找对面后排 C 位，咬上来，但没咬死。伊泽瑞尔的话有那个复活，这里的话没状态了。这里的话可以直接拿龙，5个人的话，对方时光没有大招，时光的大招真的很烦。这里，对面这么传，直接送吗？这万豪想着一拳四个人头是吧？疯了的。行，大龙到手，龙魂也有了。回去把装备补一下，可以直接一波。但他好像不想回，想直接推。哦，没有，还是得稳一手。最后一件的话，选择做反甲。反正让杰拉去打消耗就可以了。杰拉这个英雄是吧？这个种子跟不要钱一样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只要有蓝 buff， 这里的话，等亚索把下路带到高地，然后对面选择直接开团了。这里大招做个进场，先秒一个，秒掉时光以后，时光大招给谁了？没给出来。那这样的话应该是稳了。有点难赢的感觉。队友想一波，再推一路，看看能不能尝试一波。毕竟还有4秒钟的那个，但队友能推，对面回去了，直接秒掉。这个大招的话是可以拆塔的。那行，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，后面还有2局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。